王阳明28问，找到内心的平静和自我成长的动力。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不仅强调人的主观意识和自觉性，还强调实践和知行合一，强调心性和良知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对现代人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期将从阳明心学关于内心的平静和自我成长这个部分内容开始解析，总结出极为有用的28问。视频全部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解说，看到最后你会有醍醐灌顶的感受。所有解说词我会放在视频下方供你下载学习。近期我还会有阳明心学的新视频推出，请关注我的频道。关于内心。为什么真正需要关注是内心？欲修身先养心，这句话含义深远，提醒我们在追求生活的同时，首先要注意心灵健康。一切都在心里。当今社会许多人追求物质享受、社会地位和显赫名声，频繁忙碌，忘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抱怨生活，却不明白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修养自己的内心。怎样才能理解自己的内心？人性即天理，并非肉体的因素。天性即良知，略去了肉体的困扰，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内心。怎样才能消除嫉妒之心？心狭为祸之根，心旷为福之门。心胸狭小的人，他们的生活自然会受到限制，而心胸宽广的人，他们的世界观则自然更加宽阔，生活也会因此变得精彩。只有顺应自然，不在意自身的情绪变化，才能使心体扩大。怎样才能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心情愉快，便已是自身的一种修行。常保愉快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也说明你已经学会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困难问题，这便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功夫。尽孝很重要吗？孝道是对道德的持守，唯有心向善良，方能真孝做到家。在尽孝这条路上，我们必须始终保持真实和诚恳。口头上的孝顺毫无价值，孝顺父母，务必抓住每一个机会，别让子欲养之乎亲不待的悲剧发生。如何才能保持初心不变？道心即为无私心，遵循天理的心便是无私的心。反之，偏离天理之道，则表现为私心。我们的诚意与真实，行为和决策都应以不自私、不损人利己为准则，保持坦诚、纯粹和光明磊落的初心，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如何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坚强？无论何时何地，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专注于目标，并积极向前，才能抵达终点。人生就是一场修行，经过时间的洗劫，我们的内心会更加坚强。关于生活。如何能顺利地处理身边各种事物？君子以铁铸其骨，以玉铸其心。务实者，诚实实在，是对真理有所负责，并不露于形象。事事追求名誉者，最终是徒劳。君子的德性，一面是铮铮铁骨的毅力，一面是彬彬有礼的风度。面对社会复杂，他们能适应各种情况，处事洒脱。你为什么会感到困难？感到困难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坚定，找到心坚的力量，则处事游刃有余。积极用功，浩然正气自会壮大。用功足够长久，自然是结果易得。慌乱的根源是什么？不忙不乱，不骄不躁。这句话是天地之间最大的秘密。尽管万物万化，但主宰永恒不变。人们生活的忙碌，往往是因为失去了内心的主宰，从而在繁忙的生活中无法保持气定神闲，更不能以开朗愉快的心态对待生活。如何看待周围事物对你的影响？善与恶是由人生出的无常之旅，真理本不分好坏。所有事物的善恶都是我们主观的好恶导致的，我们应当警醒，不受外在善恶的影响。你如何才能轻松地生活？学会放下，心胸才能更开阔。如果你能将对色、名、利等的执念像舍弃坏习惯那样剔除，在心中仅剩本体的纯净，那你将无需过多的忧虑和纷扰，生活将会更加轻松愉快。想少一些痛苦，就该少一些偏激思想。努力让自己轻装上阵，减少用功的压力，
这样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就像一辆加满燃料的汽车，可以轻松驰骋在旅途中。13. 对你而言，生活中的物质重要吗？现代生活中，物质当然重要，但是物质应当不计于己，在取舍间才能见得清我要什么。要超越物质看问题，这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是在人生观与世界观中获取的一种境界。14. 如何才能真正体验生活的价值？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两者原本不动。复归于本体，才能恢复我们的真实自我。看花时和花心交融，这就是真我。花、人、万物都在我们的心中，只是看我们怎样开启心扉去感受这个世界。人的生死之念本是从生命根源中带来的，因此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应在生死之间寻找生存的真谛，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学问。进一步理解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体验生活的价值。3. 关于成长。15. 如何让自己行动起来？先要有明确的行动目标，再付诸行动。有了行动的目标，然后才能做出行动计划，这样才能使行动具有针对性，从而达到了解和掌握知识的目标。16. 什么是与人交流中的最低成本？至诚之心远胜过智巧之手。诚实的态度才能打动他人，无论他人是否一时理解。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展现你的诚意与真心。毕竟，假若我们没有诚意，我们始终无法达尽己所愿。17. 没有人生目标的人会成功吗？无志者难以成功，因为我们的理想反映出我们的视野和气魄，它会决定我们未来能达到何种高度。只有积极勇往直前，放眼于大千世界，才能站在更高的层次去看待世界。18. 怎样才能成功？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对天理的铭记，久而久之，我们的心自然凝聚在天理上，通过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忍受寂寞，日积月累方显成绩。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不断的努力付出，我们就一定能够收获成功。19. 如何保持头脑清醒？无论是静动之间，都应保持对自身的审视，同时也要善待自身的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从而达到提升自我。20. 如何向他人学习？我们应学会向他人借鉴，同时也要对自我有着深刻的认识。无论是看见贤能还是不孝之人，我们都应该反思自己，而不是随意指责他人。21. 为什么要少说多听？闭嘴是为了更好听，行动是为了更深刻理解。只有通过亲身的实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生活的本质，获得真正的知识。22. 成长路上最忌讳的是什么？最忌讳的就是傲慢自大。傲慢只会使我们固步自封，成为我们通向成功的障碍。灭除轻浮和傲慢，回归心的本质，这才是我们该学的。知道自己轻浮傲慢的地方，这就是良知，能除去这些轻浮傲慢，这就是格物。23. 成长3要素。一是我们需要定期对自身进行反省，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进行改善。指责别人简单，改变自己难。2是真正的成长源自内心深处。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成长的一部分，是生活在砥砺我们的意志。只有接受挑战，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3是不要去追求力不从心的事情，那样只会让我们失去真我。做力所能及的事，才是真正的成功。4. 关于认知世界。24. 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回归简单道之大端，易于明白。人们往往忽视了容易明白的道，而去追求那些难以明白的学问，要去远处寻求，这是为祸。只有回归简单，才能找到生活的真实和快乐。25. 什么是诚实和虚伪？做人要诚，这是对人生的最高要求。诚是心的本体，追求诚就是追求心的本体。人只有2种，一种是真人，一种是假人。追求真人就要追求真实，追求假人就会追求虚伪。真实和虚伪都代表了人对自我的认知和对他人的态度。26. 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的良知是界定是非的准则。
良知是一个道德的准则，教导我们辨别善恶，明白事物发展的是与非。良知如同一个道德的判断框架，以此来引导我们的行为，并决定我们的生活道路。27. 怎样才能搭建起认知世界的架构？认知构架的根基在于强大的自我约束力，只有你能控制自我，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只有自克自律，才能真正建构自我的认知架构。28. 怎样才能取得进步？人活在世上，每一天便是一次修行。持久之功，始得自我。凡事以心为镜，无论遇何难题，始终不渝。处理事情时，必须有一颗心专注在认真的处世之道上，这才是真正的功夫。只要我们特行，就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进步。最后，如何真正理解王阳明讲述的道理？说的再多，如果不付诸实践，便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也无法真正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要使生活满意，就必须去付出努力，去行动，这样才能使生活更具色彩。不管未来是平坦还是崎岖，路总是越走越远。只有一步一步前行，疑惑才能逐渐消解，终点才能慢慢接近。I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hank you for watching.